并不云居迹象。毒计已断绝数十天，您坚守至今实属不易，但恐怕敌人下次进攻，我们再难抵挡。趁现在还有机会，请世子从南城门撤离。长陵军旗之下，岂能为战而逃？甘州防线固然重要，可您毕竟是长陵王府的世子啊！如有意外，老王爷他……既然身在沙场，那么我与他人就并无不同。若是事情真的到了那么一步，好在父王膝下还有二弟平静。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。我海南小神龙有那么容易淹死吗？平静哥哥，找到没有啊？来，看。哇！话说回来，平静哥哥，老阁主今天为什么要罚你到潭底摸含金石啊？你不会又做错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能做错什么事啊？不就是好心好意的提了个建议？我才不信呢！你能有什么好建议？哼！我就是告诉他，吃多了萝卜就染下风口。长陵府萧平章，请随我来。世子前些时派人向毕阁提了一个问题，这便是答案了。
老阁主真的愿意就这么把我想要的答案直接告诉我吗？琅琊阁做的本就是为人答疑解惑的生意，既然报了价，自然会给答案，无论是对世子，还是对其他任何人，都是一样的。按阁主的吩咐，已将长林世子想要的答案交给他了。徒儿有些不明白，就这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，真的合适吗？他既然已经开始查问，迟早都会知道的。只是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莫非他是觉得这北境，所以才特意绕道而来？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北境一役，凶多吉少。去把平静那孩子叫回来吧。他们兄弟两个也有些时日没见面了。是。伐了驱魔晶石不算，还要采满3颗落地星。老阁主真的有这么生气吗？看在他一把年纪的份上，忍了吧。这是折禁令，他老人家居然不再生气，肯叫我回去了。走吧。大哥！大哥！我以为老阁主又捉弄我呢，没想到你真来了。怎么，老阁主经常捉弄你啊？没事儿，我也总捉弄他。大哥，你这次来能住几天啊？我去跟你收拾房间。哎，别忙，我马上就得走。你这不是刚来吗？父王判断，北境可能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战，遂命我尽快赶到甘州安稳左路防线。我也是连夜快马加鞭，才省出来这半日的路程绕到琅琊阁的，当然不能久留。大哥，这么辛苦赶路，却连只住1晚都不肯，难道你就是为了赶回来看我这一眼啊？
自己在心里好好的想想吧。等这次北境平定之后，无论是什么情形，你都必须过回金陵去。大哥，北京这次的战况会很凶险吗？当然不会容易。不过父王跟我已经做了通盘的推演，胜算还是有的。我大哥一向战无不胜，这次肯定不会例外，对吧？哼，你嘴再甜，再说些讨好我的话也没有用。等我腾出手来，你哪儿都别想跑。综合这些战报来看，大禹在北境的行动确实有些不同于往常。王兄怎么看？回禀陛下，从前年起，大禹接连旱灾，加之飞蝗、冰雹，粮食欠收，牲畜减少，如今却征集大批的粮草屯于边境，有大举进犯之意。臣以为，不可不早作筹谋。请陛下既令西境邢台向北移动，以作为北境的后援。相关的细案，臣付于奏报之后，望陛下恩准，赐臣邢台兵符。陛下，老王爷说的自然是在理，不过细想，这些征兆尚不明显，也只是臆测而已。更何况大禹自身内忧外患，朝局动荡，一点小动作不足为虑吧？大禹人素来狡诈，兵事更是不可循常规忖度。越是朝政不稳，民怨四起，越有可能穷兵黩武，嫁祸人心。中书大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？烽烟未起，急调兵符。既然你已经派世子坐镇北境，想必大局并无大碍，难道不应该看看时局的发展再说吗？战局如同棋局，若等对手落子之后再行应对，便已是输了先机。即便如此，那长林的军备也应该足矣，不至于。诸卿不必多言了。北境的军阵之事，朕相信王兄的判断。传兵符。是。陛下谕传兵符。陛下谕传兵符。北境的安危就托付给王兄了。谢陛下。
兵之前，众朝臣力荐阻止老王爷调动大军，可是当时首辅大人一言不发。此时忧虑，又有何用呢？只要是长林老王爷开口，不管是理由充分还是牵强，陛下最后一定是会给他发兵符的。我开不开口又如何呢？如今我大梁国力尚足，众朝臣如此谏阻老王爷调动大军，难道只是担心他小题大做，耗我大梁的人力钱粮吗？担心的正是陛下的这个习惯。眼下的局势让人忧虑的，可不只是陛下的偏宠啊。可陛下真的能胜寿100年吗？太子只有10岁呀。微臣之中，定当替君主未雨绸缪。像首辅大人这样一味的空言感叹，又有何用啊？你此话何意呀？首辅大人应该清楚，此次调动大军的补给任务，陛下已经诏令由我主理。长林王府军功名望太盛，老夫相信宋大人这也是无奈之举吧。九兄，今天北边有消息吗？要多北边的，北燕的消息倒是有。要吗？你明明知道我问的是哪儿。此阁虽在红尘中，又在红尘外。琅琊之人旁观世间之事，如同看那溪涧流水，知它日夜奔流，却又由它日夜奔流。哎，我知道你是老阁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但你非要学他一样，老说这种抽风的话吗？阁主，
大同府，人心深沉，有时信不过自己，有时又信不过他人，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。送进去吧。是。九哥，这个是不是被人看过了？老阁主。老阁主说什么？大同府。大同府3艘左路军字补给船，意外沉船。阁主，他下山去了。是。这孩子一直不受拘束，逍遥自在。可只要在他心里还有牵挂，谁又真的能自由自在啊？平经此时才下山，待他赶到时，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了吧？琅琊阁得到的这些消息，萧庭生在北境只会知道得更快。论起军阵之才，他倒是有几分当年那个人的风采，想必反应也不会慢。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萧平章能不能支撑到最后啊。
大梁子民在后，我长林男儿誓死不退。王爷，讲。实在离心脉太近了，这剑座必须马上取出，但恐怕末将实在没有把握。明白了。
撤！来2个人。好。用力。冬青，冬青！二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大哥呢？在府衙，有老王爷陪着。父王，父王怎么来了？冬青，我大哥到底怎么了？王爷，再等等，济丰堂的李老堂主该到了。王爷，王爷。老王爷，这位是济丰堂堂主林夕姑娘。王爷，王爷，李老堂主叮嘱我等连夜快马赶到，一切由林姑娘先行处置，切不可耽搁。她随后就到。英姐，3副1起间，只要头便，备水、伏羲散、谨言，着力备用。是。英姐，下针止血。是。父王，二公子平静。大哥，英姐，拔剑。林姑娘，林姑娘，不是老夫我信不过你，只是拔剑。剑入骨下2寸余，虽离心脏甚近，但未伤及心肺，只在毫厘之间，实乃万幸。但这只是我的判断而已。无论怎样，当务之急是开刀取剑。最危险的是，剑阻取出时可能会伤及血脉，那样这怎么行？我大哥这样的伤势，绝不可能交给一丫头来处理，就没有别的证据居因了吗？平静，林姑娘，世子的身体还能撑多久？世子目前尚属稳定，但已失血过多。王爷是想等师傅到了再行手术吗？不必，一切
听林姑娘决断。父王，这可是大哥，就算我们做不到万无一失，也绝不能这么轻率。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大哥呼吸这么弱，没关系吗？请王爷让他出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出去？你外边等着。爹，出去。再快一点儿！撤车！撤！丁姑娘。平江的状况如何？能不能挺过来，就看今晚了。姑娘辛苦了，有老夫在这守着，先歇息歇息吧。世子今夜尤为重要，还是让林夕来守吧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英姐，再换一次。王爷，世子，师父。竟然和当年林深同样的伤势。对，同样的伤势。
当年林深没有救过来，不是李兄的错。若我连你的医术都信不过，我又能相信谁呢？希儿是我所有弟子中天分最高的一个，他比我当年要强得多。世子退烧了。我大哥怎么样？世子目前还算稳定。那就是说没事了，很快就能好是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这不知道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大夫，只要肯尽心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世人对医家最大的误解，莫过于以为我们是神仙。若有救不回来的病人，那必定是因为没有精力。京中传言长林府的二公子受教于琅琊阁，原以为定是脱俗不凡，今日一见，却不过如此。王爷，请放宽心。20年前的那一幕不会重演了。天佑我大梁，一切都是天意。有劳李兄了。父王，老堂主，父王，怎么会想到要赶回来？大同府沉船，断的全是左路军资，而甘州一战已经持续近20天，正常战役鲜有此况。摆明了大禹氏不攻下甘州不会罢休的，而我大哥这里补给断绝，援兵又远，所以甘州必有危局。你回来又有什么用？老王爷，好了，为父我还有很多的军务未曾料理。你在这里，好好陪陪你大哥。是。左右翼和后方都已稳住，大禹黄蜀军的主力退出梅岭，没能围住。甘州一线战损严重，大禹南下之势虽说被阻，但主力未伤。北京接下来这几年
恐怕要隐患重重了。一按王爷吩咐，严令各营戒备，不得松懈。大禹如此声势南下，接过受阻，短时间内倒不会有大的举动。请宁参赞起草奏本，待本王阅后，加急快马向陛下禀报北境的战况。是。你把这个给他服用。好生休息，不宜乱动。林姑娘，我那天姑娘，你来看一下。英姐，把我伏羲伞拿来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林姑娘，那天是我说话都有冒犯，都有得罪。父王后来也训责我了。大哥伤势能够好转，全靠姑娘圣手。我真的是很感谢你。哎，我听父王说，老堂主他在我们长宁军中当过军医。那你有听他讲过以前的事吗？二公子，你挡着我的光了。哦，姑娘，一日服1次就好了。好。哎，这药是我从狼牙山上带下来的，你看能不能用上？用不上。用不上？哎，你什么大夫啊？这可是我们狼牙山上的除玉丹，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？那是调理用的补药，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吧。我自己吃？哎，丫头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东强，在。将这次的军报拿给我。是。
你伤得这么重，躺了2天，昏睡了2天才醒过来，这些个东西别看了，耗神。父王，潼关大狱这次动用的总体兵力，10至5流，都在集中攻击我甘左一线。父王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啊，甘州，你率精锐驻防，最不该是集中攻击的地方。大禹人偏偏这么做了，就好像他们心里很清楚，你已经断了补给。可是我大梁境内后方沉船，敌国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先养身子最重要，这些个事情，为父都会处理，你就不要多想了啊。看来父王今天是想跟我谈谈其他的事情。平章啊，我听平津说，你去甘州之前星夜兼程，去了趟琅琊阁，是吗？为父，我想起你们俩小时候的样子，性情完全不同。平津飞扬跳脱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先帝和陛下都更喜欢他。但是你知道，为父我心里更偏爱你。爹，我知道你偏爱大哥，但你也不用等我来再说这些吧。都这么些年了，还怕我不知道你有多偏心啊？你和你大哥比比看，你说说，为父我偏心有错吗？父王，您军务繁忙，既然平津来了，让他陪我就是了。好。平章，大同府的事没那么着急，还是身体要紧。军报不能再看了。是。我偷偷看了父王递送进京的奏本，除了北京战况以外，也提了大同府军资沉船的疑点，请求陛下派专使前往调查。既然父王已经有所安排，
那我就放心了。告诉京城医生，就算有所安排了。大哥，你当真的？不然你想怎么样？朕现在不想听这些枝节。你先说平章怎么了？这孩子到底伤在何处啊？军医怎么说的？为何没有详报？陛下，请陛下不必担心，有陛下的福泽护佑，长林世子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只是他现在受了一点外伤，还不宜挪动。安王兄战报所言，甘左一线补给断绝了整整1个月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大同府河段航道狭窄，水流湍急，当晚又突遇暴雨，风力强劲，故而意外沉船。负责押运补给的官员可曾回来过？主责官员全部同船遇难。查了吗？大同府地方可曾立案详查过？可有相关的奏报入京啊？有吗？陛下，沉船之后，大同府忙于临时征调补给，所以还顾不上。既然当时的官员已死，大同府地方并未立案详查，你更是连京城都未曾出去过。宋福，这个意外的结论到底从何而来呀？陛下，臣情急失言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朕近2年身体渐衰，在照管朝政上，确实没有以前那般严谨了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说起来，倒是朕有些对不住长林王兄了。陛下，这是臣等的过错，请陛下息怒。请陛下息怒。我与黎兄多年未见，不曾想，居然在这甘州城里重逢。早就想约黎兄坐下来叙叙旧，只是杂物繁多，一直抽不出身来。我也是军中出来的人，王爷能有今日这片刻闲暇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请。这人呢，一旦上了岁数，就总想聊聊过去的事儿。来，李兄，请。好茶。想当年，我们3个人。大哥陆远，我三弟林深，我们3个人同患难，一起被先生救出夜游亭，一起学艺，又一起从军。可最终活下来的，却只有我一个人。王爷对兄弟的这份情谊，从来也未曾亏欠过，至少我看见2公子身上还带着当年的婚约信物呢。平津，长林之子，生来注定就上战场。当年3弟妹不忍丧夫之痛，不想要这桩婚约，不愿让女儿再嫁入将门。
他是怎么想的，我能理解。三弟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你嫂子金玲来信，给我生了个小子，只比你闺女小3个月。你若是愿意，咱哥俩就把这婚约定了。这把长命锁，原来是给孩子打的，全当是婚约的定礼。三弟，结了吧。但是他不该带着孩子不辞而别。我这心里实在是愧对三弟临终嘱托。王爷当年派了那么多人去寻找，他们母女若真是流离在外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既然没有了踪迹，想必是有人收留安置，必定不至于受苦的。但愿吧，但愿如黎兄所言。王爷虽有守约之心，但陛下不会愿意让二公子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吧？陛下已经答应平京再等1年，如果还是没有什么消息，这陛下就要亲自介入了。怎么样？还好。能从你嘴里听到这2个字可真不容易。大哥，可不是我胆小，我当时做的那个噩梦实在太吓人了，我路上一刻不敢停，跑倒了3匹马，好不容易赶到这里，第一眼看见你浑身是血，我这心里真是受不了。所以啊，我当初说的话难免不过脑子，但毕竟呢不是有意的，你也不用太过计较，对吧？大哥，你看，一直是这么个脸色。我也明白你的伤是他治好的，我把人得罪了总归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找他求和好几次了，都没怎么理过我。这丫头真是小气。难怪人家姑娘嘛，你一开口说话就停不下来，换成是我也烦你啊。好了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大哥，我有正经事跟你说。王爷已经判定，大同府沉船之事，绝不可能是意外。从军多年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甘州一战如此惨烈，恐另有原因。虽说有战事便有得有失，但这暗施冷箭，令人不齿，绝无可赦。王爷是想一查究竟，要是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将士？
你想去大同府？这样的事情，谁都知道官面上一定会查。但天子御史出京，虽然声势逼人，威仪十足，最终却未必能够找出真相。你能想到的，难道父王想不到？无论陛下在京城怎么安排，我北京都会另派人手自行调查。这关键就是应该派谁去啊？这暗访的讲究的就是一个案子，大哥您就不用说了，身上有伤又太引人注意，肯定去不成。父王手下虽然精兵良将如云，但论单打独斗、随机应变能力，谁又能比得上我呢？此事事关朝廷六部，关系复杂，平京非我军中之人，他去暗查最合适。王爷真的放心让二公子一个人去，连随行亲卫也不带吗？再让平京带人从北境过去，只怕是不好掩人耳目。王爷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讲，父王还不是什么都听你的，大哥你就让我去嘛。我虽然不如大哥这么稳重，但好歹也是上过战场、走过江湖的。不管大同府有什么黑幕，我肯定能给他撕开。我自然知道你比别合适，派你去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得先答应我2个条件。大哥尽管吩咐。你学艺琅琊阁，这世上能伤你的人并不多，但孤身暗访，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。大哥希望你不要忘了，查明真相固然重要，但是你自己的安危一定要放在第一位。是。第二，我大梁直播法度为先，机缘巧变固然可以用，但绝不能失了分寸。一旦能够查到真相，拿到佐证，朝廷自然会有公道，请我以1时1分私刑处置。大哥所命，平京明白。黎兄愿与林姑娘同往，暗中有个照应。您放心吧，别的忙帮不上，大同府当地跑腿的人手倒也还是有一些。若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，那就有劳黎兄了。希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同府出了那样的事，咱们济丰堂一夜之间折损了5位大夫，为师记得，你是想要过去亲自安稳局面的吧？可是世子爷的伤势由我照料，自该有始有终。是啊，大同府那边的局面想也不会那么简单，齐大夫做事也没有你沉稳。我想了想，还非得你过去我才放心。灵犀听从师傅的安排。这次甘州危局起源就在沉船的那段河道上，长令王爷自然也会派人前往调查。你若遇到了，一定要全力相助。是，我明白，这是应该的。好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我嘱咐你这么多，只希望你全都能听得进去。你大哥说你是真心想要去做，就一定把它给我办好。父王放心，但凡是人为谋所安排的，再怎么蹊跷，也一定会有破绽。孩儿此去，
绝不会让父王失望的。无论这件事最后指向了谁，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身份，为的是什么缘故，他敢让我大哥伤成这个样子，他就休想全身而退。让你小子们一说，倒变成咱们长林王府的私怨。补给中断，危及前线，还可能有人暗通外邦，此乃朝廷大事，要核查清楚。我才不管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呢。对我来说，这虽然是桩公事，但也绝对是私怨。父王计较什么？在老儿阁上跟了厉老阁主那么久，可不就得长成这样吗？不过这小子也没有全说错，这事儿不管是谁做的，绝不能让他全身而退。陛下已经指派主父2位专使，不日启程前往大同府，详查军资沉船之事。长林王府提出要同查此案，陛下已经应允了。宋大人，你身为朝廷的重臣，受圣上恩泽，怎么连这点分寸都没有啊？大禹真的会重兵南下？不要说我，就是大人您，恐怕当初也没想到吧？即便是这样，我也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手脚，最多打算延误几天补给。为什么一连沉了3艘船，河道被堵了整整半个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你不清楚？难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是个意外吗？北县战士大禹专攻甘州一线，难道也只是巧合吗？在下忝居朝堂近10年，深受皇恩，举家尊荣富贵，去勾结外族，究竟与我有何好处？你在补给货船上做的那些手脚，都告诉过哪些人呢？我府上的秦师爷与大同府来往联络，其他还有一些帮我办事的人。此外，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。当然，还有就是大人您。知道的已经够多的了。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。现在北境未安，世子伤重，长宁府暂时还腾不出手来。我看，你还是先把能收拾的收拾干净了吧。
元师，今日感觉如何？孩儿有些饿了，快去传膳。是。太子的病情这么快就有了起色，多亏濮阳上师为他施法定神。太子郁体不安，乃是时症与风邪交感而至。太医们治病，在下驱邪，两相补益，方有疗效。上师一向谦逊，从不独自居功。谬赞。长林王爷已经在返京的途中，不管事件如何发展，由谁主理，你和兵部总归不可能再沾手了。只希望这个时候自己派出的人能够把大同府的事情打扫干净，其他多思无益。玄大人，宋大人。宋大人脸色暗沉，有运数衰微之兆，晦气自北方而来，近来府上可好啊？你说什么？人生在世，运数起起落落乃是常态，大人不必惊慌。告辞，告辞。这个濮阳英，虽然他有上师尊号，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白神教的术士，竟如此轻狂。好了，虽然我国中不像南楚，举国尽信白神教，可是也并未禁止啊。皇后娘娘引荐他入宫后，陛下的喘疾和太子的体格都有所好转，不能说他没有功劳的。秦师爷，京城特使已经出京，这个时候你还亲自前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？宋大人是你的作师，关系是明摆着的，还要避什么嫌？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把沉船之事掩饰成意外，不能让人抓到实证。你老实跟我说，都收拾干净了吗？说话。当时有艘小客船刚巧跟在后面，船上有几个济丰堂的大夫从水里救了好些人出来。我知道，事情既然已经失控，便不能留那么多活口，所以立即派人赶去清理。可是什么？虽然最终把客船给撞沉了，可还是有3个济丰堂的人将一个官船上的船老大带走，逃掉了。逃掉了？还没有找到吗？府界全城正在严加搜索，济丰堂在城里开的药房，我也派人时刻监看着，只要有动静，必能知晓。监看？你明明知道是济丰堂救的人，为什么不进去搜查？济丰堂是医家，治病救人口碑甚好，此事又上不了台面，无缘无故如何去搜啊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无论什么借口，马上去给我搜。来，搭把手啊！来。转过来，我看看。军爷，您小侯爷，你们俩干什么？难道您真的要管这个闲事吗？如果那些人所言属实，那这就绝不是一桩闲事。我身为皇室宗亲，既然遇上了，
岂能袖手不理呢？哎，最近有没有兵变？侯爷，给侯爷请安。前参领辛苦。前参领这是抓捕凶犯，有张贴海捕告是吗？只是些惯犯。哦，惯犯。那前参领先忙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官兵正在严查，说是追捕凶犯，里里外外全都围起来了。小侯爷想必也是明白，他们追捕凶犯是假，想要抓捕我们几个，才是真的。暗夜之间杀人灭口，这样的事我以前还不大敢相信。可是现在，我们3个都是普通的大夫，原本以为是恰巧碰到了船难，尽力在河中救了几个人。如果不是随后有人追杀，谁能想到这幕后？你们救出的人当中，就只剩他一个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若不是小侯爷恰巧路过，愿意援手，只怕我们几个也未必能逃到这里。是，这个你们放心，我好歹还算有些身份。游历山水偶然到此，是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。这个院子目前也没人注意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小侯爷。小侯爷，您总不能一直把他们藏在这儿吧？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如此罪行，岂能由得他遮掩？我们必须要想办法逃出去举报。我虽是个京中闲散子弟，但我也知道，这样的事情，幕后的水一定很深。就算你们侥幸逃出了大同府，那下一步，你们该向谁举报才能万无一失呢？州台、督府，还是京城？请。二位慢走。有劳了。客官，您看这坛酒，走吧。这坛酒。站住！不良追捕人犯，所有人都给我原地待着。警官前堂后院，但凡看见人，全部先行扣押。是。靠边站，都别动啊！往后，往后退。走。林姑娘，我承认我是得罪过你，可我也道过歉了，你不用一直跟着我吧。从甘州营到现在，你跟我一直前后脚走着，你不会告诉我是巧合吧？我说你不会想一直跟着我到大同府吧？大同府河段出事那一晚，除了3艘军资货船沉没以外，还撞翻了附近的一艘小客船，船上有5位济丰堂的大夫，2人遇难，3人失踪。
二公子有前往大同府的缘由，我季风堂也有。抱歉啊，我这真的不知道。林姑娘，我刚刚就是开个玩笑，我不会真的以为你要跟着我的。你不是说要去沉船的地方吗？何必跟着我进城？我是想去沉船的地方找找线索，但也不急这一时，还是先亲眼看你回了季风堂才放心。前面就是季风堂。这位小哥，听说这家大夫很好，我专程赶过来求医的，怎么关门了？哎呀，你运气不好，就来晚了一天。昨儿啊，有个杀人凶犯逃命，刚好就逃进那家药房里头。府衙官兵啊进去捉拿，一番打斗，砸的是乱七八糟的。再等等吧，里面且得收拾好几天才能开门呢。多谢，不客气。城门口有官兵在盘查，你们季风堂又出这种事，看来咱们两个暗中走这一趟，还真是来对了。走吧。林姑娘，云姐，林姑娘，您可算是过来了。这里面有人啊！我知道。小侯爷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官差已经搜查了所有的客栈酒楼，迟早是要搜到咱们这个小院的。只是这么躲着，真的不是个对策呀。军资沉船，就算只是单纯的意外，京城也会派人来核查的。更何况这件事还有如此多的疑点，上头派人来是迟早的事。别着急，再等等吧。哎，小侯爷，可是京城离这儿路途遥远，这万一要是特使没来，被他们先发现了，那小侯爷您的安危可怎么办？就算最后被他们发现了，谁还敢拿我怎么样不成？小侯爷，小侯爷仗义援手，我等已不胜感激。若是将来实在走脱不开，我等自会先行离去，绝没有连累小侯爷的道理。程大夫，我身为皇室宗亲，既得锦衣玉食，自然雅担家国之责。遇上这样祸害边境安危的大事，难道不是我萧氏子弟应该管的吗？不知程大夫这连累二字，
究竟从何而来？在下刚才说错了话，还请小侯爷见谅。小侯爷，咱们刚从京城出来的时候，太夫人可是特意叮嘱过我的。太叔，你是不是也跟母亲一样，觉得我就只能闲散度日，别的什么事都做不成吗？不，阿太不是这个意思。再说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我已经卷入此事当中了。事已至此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主动出击。小侯爷，你要做什么事啊？按你的说法，带队前来搜查的是大同府姓钱的参领，他一下子扣住了所有人，但逐一核查之后又并没有抓走人，是吗？对。可见那位钱参领很清楚自己要找的就是你们季风堂失踪的那3位大夫。不过既然他还在到处找人，就说明咱们来的尚不算晚。云姐，去给客人收拾一间屋子吧。啊，好。唉，天气如此晴朗，晚上一定是月华如水，倒还挺适合去府衙走一趟呢。你是怀疑府台大人也被卷入了？虽说能调动驻地五品参领的人，并不只有大同府的张府尹，可单看咱们进了大同府地界后，这5步一查10步一岗的阵势，我就不信他府台大人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样？月华如水，最是难得。林姑娘，晚上一起去赏个月吧。不去。为什么？今天是初一，哪来什么月华如水？你自己去吧。这些人是不是已经逃出大同府地界了？不可能！我当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封锁全境。据说那个船老大腿上还有些轻伤，他们若是往外逃，早就被我追上抓住了。唯一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潜回了城中，静等风声过去。这些人连季风堂药铺都没有回去，可见谨慎。加上又都是本地人，偌大个城池，安心要隐藏，确实没那么好找。原本说好的，军资过境，由兵部押运使担负主责。就算在我的境内出事，只要让他们以为是意外，落在我头上的惩处便不会太重。只等日后事过境迁，恩师自会安排提拔。可现在不要说提拔，眼前这关口过不去，那可是要命的呀！府台大人，现在不过是走脱了一个人证而已，可回旋的余地还多着呢。现在你就稳不住了。哼，未免早了些吧？万一那些人……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抓刺客！
是谁？快走！这是好身法呀！师爷，那是京城的人到不了这么快，想必是北境来的人吧？北境？嗯。有哪里受伤吗？让我看看。没事儿。虽然我是有些轻敌，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幕僚。他的掌风不过是擦肩而过，根本没有击中我。怎么这衣服像是被烧过似的？鬼域无影，幽冥暗火，段同舟。没错，肯定是他。琅琊高手榜上排名第4，根本无人知其来历的段同舟。真的无人知其来历吗？连琅琊阁也不知道？天下芸芸众生，琅琊阁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？像段同舟这样的绝世高手，也不可能轻易为人所用。可见这件事情背后的黑幕，比我原本想的还要深沉。也不知道究竟能牵扯出京城里哪些大人物出来。什么人？袁启。钱参领。秦师爷。白天城里来过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出事以后，我们日夜严查，并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。倒是有一位贵人。贵人？什么贵人呢？莱阳侯。可是陛下那位早亡的胞弟莱阳王的遗父子萧元启？对，就是他。外出游历至此。今天早上在城门口还碰见他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半个月前吧。半个月前？是，我想起来了。他进城的时候，我们对他并没有仔细的盘查。他毕竟是皇室宗亲，我们手底下的人也不敢得罪他。这倒奇怪了，也不知道这大同府城内有什么了不得的山水，值得这位小侯爷停留这么久啊。秦师爷，你的意思是？这样，天一亮，召集人手，拜会一下这位小侯爷。参见侯爷。钱参领，不知我这儿有什么事情，值得你一大清早就铺排如此之大的阵仗？福德大人听闻小侯爷被歹人劫持，特派我等前来相救。看到侯爷在此安然无恙，在下就放心了。满口胡言！是谁告诉你本侯被人劫持了？属下也是奉命行事，还望侯爷见谅。院内的歹徒，给我全数拿下！小心些，别让歹徒伤到了侯爷。是。
看那边，追觅山道。前3岭，北前方没有。看里边。前3岭什么都没有。怎么样？里面都找遍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知道了，去吧。侯爷，线报有误，鲁莽打扰，还望侯爷不要怪罪。走。这个凭借。关门。见过小侯爷，见过小二公子，见过二公子，林姑娘。船老大，问过几次，非说等你这位长林二公子来了才敢张口。你说什么？一个人都没找到？秦师爷，此事失控到如此地步，不仅对我性命攸关，对京城的宋大人也是一样。你总得想想办法吧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多少无辜的好心人因为你丢了性命。如果你还想活下来，从现在开始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快说吧。这位是长林府的二公子，现在也只有他能救你的命了。我是官运上的人，跑船10多年了，做事一向很仔细的。可是前些时日，我家里出了事，儿子欠了很多的赌债。钱参岭找到我，他说：“来，叫不叫啊？让王侯都来吃饭啊！”看清楚没有？这些钱，够你把儿子捞出来，带着一家老小，找个地方舒舒服服过一辈子。这3艘货船，你的船在第1艘，等过虎安峡时，马上将送，朝南，把船横过来。啊，这么做是容易造成3船连撞的。没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搁浅。这船上运的可都是君子啊！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京城里的大人物打斗皮官司，你管那么多？背后还有府台大人撑腰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京城的大人物，看来这背后应该还有更大的黑手在把控。照他这么说，这段同志为什么趟着浑水，我倒也能理解了。这几天，我躲在屋子里想了又想，船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被做了手脚，3船连撞，这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。我眼看着后面2艘船翻了下去，差一点连我这艘船都没能坚持多久啊！当时有风雨，又在那个地方，要不是大夫们的客船恰好路过，恐怕连半个人也救不上来呀。可惜呀，也只救了一时，总共才捞起来7、8个人。本想尽快赶到下一个码头，没想到天刚要亮的时候，就被追杀我们的人给截住了。有你们的证词，
大同府的人估计很难脱罪，要是再有点物证，就更好了。可是我听说，有一艘船根本打捞不上来，另外2艘勉强拖上了岸，也已经烂得不成样子，恐怕很难有物证吧？你是说捞上来的船还在？对呀。大人不必着急，就算是最终没有抓到人，不过是走脱了一个人证而已，尚有可以辩驳的余地。陛下生性宽容，处事素来严谨，只要长林王府拿不到物证，未必就是个死局啊。但愿如你所言，物证方面还请宋大人放心。上次周台派人来督导打捞沉船之事，我担心会被查问，已经仔细的先清理过一遍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书文痕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没有什么书文痕迹留下。什么打捞沉船？他好生生在水里面沉着，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捞出来啊？又不是我想捞的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虽说是在我的府界之内，可是周台也是要介入的。上面派人督导打捞，我怎么可能拦着呢？备马。是。看来府衙里也有人反应过来了，还是来晚一步。你是说，他直接赶过去全烧了？是啊，咱们根本什么也没干呢。府台大人，请放心，我赶到的还算及时，已经处理干净了。你到底要处理什么？还有什么要处理的？大人是个聪明人，你不至于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吧？我们原来商定的是让这批货船意外搁浅延迟耽搁几日罢了，只不过当晚遇上了暴雨，一不小心失了分寸，才弄成如今这个地步。难不成是我想错了？难不成宋大人从一开始的打算就是要做这么绝吗？府台大人，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此刻你再说什么原本怎么样，打算怎么样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大人，这位府台大人还真是奇怪，放着船还在岸边这么久不管，怎么突然想起要处置了呢？哎呀，管他什么原因呢？反正现在是已经烧了，烧得一点都不剩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是一点都不剩，水里好像还有一艘。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已经问过了，沉船附近有乱流，再加上马上要入冬了，水温太低，就算是最好的水鬼也不敢轻易尝试。林姑娘，缘起，我在狼牙山上有个绰号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狼牙天池里的含晶石，你们知道吗？那都不知道被我这只手摸出来过多少。所以我在狼牙山那可是大名赫赫，人称寒潭小神龙。你笑什么笑？我不笑，北吧呢？小神龙。哎，他刚刚是不是笑了？啊？哎，
你笑了？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。去，去。大人，把夫人和公子送走，真的有用吗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我也知道这样未必有用，不过是图一时心安罢了。你一定想清楚这沉船的位置，千万不能画错。这个位置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了。平津此刻在大同府，不知是个什么情形。虽然有济风堂的人相助，但到底还是时代力薄了些。暗访又不是争拧斗狠，疼了吧？平津一个人去大同府，人少有人少的好处。再说，这孩子做法和想法和你我都不同，江湖气更重一些。我当然相信平津一定有办法能够拿到实证，不过得手之后呢？从大同府到京城的路途那么远，那些卷入局中的人就不想谋划些什么吗？咱们的这一步，现在是不是也该走了？此地离齐州的单柳营已经不远了。好啊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船师傅，哎，停下。好。老船工说这水流非常古怪，你可要小心啊。放心。我听母亲您的。
位置是这儿没错，我已经看见船骸了。不过我得多潜几次，记住啊，我潜的时间比刚才要长1倍。既然能潜这么久，干嘛现在上来？你看起来性子冷淡，其实心软。我怕潜下去时间长了，你担心怎么办？钱才领，秦师爷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说要好好再想想，不知现在想好了没有？钱才领，你跟府台大人可是不一样啊，孤身一人又无妻儿老小，你又何苦陪着他一起等死呢？可是我跟着府台大人7、8年了，我不错。正因为你跟了他够久，所以你知道的东西才会比别人更多。你告诉我说，张府尹已经毁去了所有跟京城往来的书文，是真的吗？看来还是留了一些。这些书文都藏在什么地方？何必着急呢？如果你潜得过深，必对心肺有损。今日不成，明日再来吧。这是什么？物证。物证。你是说水下船体的断口处都有一样的凝胶？没错，这是乌厄粉和残胶掺和制成的，十分牢固，起码要下水浸泡好几天，才有可能被熔断，所以极难被提前察觉。可是，一旦遇到撞击，又会变得十分脆弱。截断补给，堵塞航道，断的可都是前线将士的命。赣州之后，最起码有5州之地是一马平川。如果当时守城的不是平章大哥，如果平章大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我只记得前线累累尸骨，我大哥血洒赣州，全都是因此事而起。
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我跟季风堂是明着卷入，府衙那边肯定也能猜到你是北境派来的人。碍于咱们的身份，他们现在都是不敢明着进攻。但要是把人证物证安全的护送出去，只怕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你想好下一步怎么办了吗？进去说。我昨晚想了一下，大概有2条路可以走。其一，就是去附近的州府或其他郡府，请求安排足够的官兵护送。但此案现在关联未明，就算你去了其他州府，你又怎么能知道谁信得过，谁又信不过呢？所以还有第2个办法，那就是安静等着。反正我们等得起。陛下的特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，这个时候，一动不如一静。第2条路更好。但有段通州这个琅琊高手在，我所担心的是另一个人证。另一个人证？你说的谁啊？你想想，谁才是此案与京城最直接的联系？大同府，张府尹。没有他，我担心京城幕后的黑手未必能被揪出来。师爷，找我有事儿？张大人，还留着这些与宋大人的密函，是想到时候拿出来陷害你的保举老师，撇清你自己吗？嗯？你这么做，宋大人会很生气的。哦，哎，张大人，我劝你还是沉住气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到时候宋大人跟我一起努力。兴许你还有活命的机会，但是，如果你想提前倒戈的话，还望府尹大人别辜负宋大人。知道了，立即召集你的手下精锐前去包围搜查那个废弃酒坊，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。是。金师爷，既然还有机会除掉人证，那么府台大人是不是？啊，这是当然。宋大人与府台大人有保举之恩呐，若非万不得已，谁愿意看到张大人有所损伤呢？嗯。大人，这些时日我也看清楚了，张府尹绝不是个能撑得住的人。动手吧。是。有何贵干？请稍后。您这刚才
二公子，请。千二公子厅上饮茶，已经派人去禀报我们府台大人了。林姑娘，快想想办法。府衙出动精兵，行动如此公开，显然不是随意搜捕，而是目的明确，只图一个快字了。二公子现在还没回来，我马上去找他。林姑娘，你动作再快，现在也来不及了。太叔啊，把这次跟我出来的人全都叫上，有事情要走一趟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你手上只有那些人，拦不住的。我知道拦不住，但能拦一时是一时吧。既然已经身在其中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吧？你快去啊！啊！我尽量多拖时间，希望平静能尽快想出别的办法。拜托林姑娘了。云姐，我得去一趟府衙找二公子。他自称是谁？长陵二公子？是的。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贵府从前衙到后院，有这么远吗？二公子身份不一般，想是大人要正装迎接，正在更衣。你要干什么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大人不必费力了，院子外头我清理过，没有人，谁也听不见。如今情势无奈，师爷觉得还是请大人自行了断的好。府台大人，你也算是为官一方，但凡有一丝是非底线，落不到今天这样的地步。给我搜，看清楚，搜仔细了。外外都给我搜遍，一个角落也不许放过。等一下，干什么？闪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谁敢靠近我？小侯爷，大同府正在公干。您这是想干什么？在场的人都听着，我萧元启，乃先帝皇孙，陛下恩封莱阳侯。这间酒房已由原主转卖给我，便是我莱阳侯府的私产。未经允许擅自闯入者，皆是藐视陛下天威。哼！小侯爷这话说的可笑啊。好。姑且我相信你是真的买了吧？那也不过是后置的产业，并非皇家分封采邑。地方刑道到案缉捕凶犯时，你仍无权拒之门外。小侯爷名下好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皇家采邑吧？倒也难怪，你不知道这之间的区别。二公子。
他已经没有理由阻拦了。搜！动手！谁敢乱动？钱参领，你是朝廷挂职武将，自然知道我大梁素来是最有法度之地。若真有地方行盗大案，请问案由为何？缉捕之令何人所发？朱文何在？此地我有重犯，由府台大人亲令缉拿，一应文书当然都有，只不过眼下应以缉拿人犯为先。小侯爷若要查看申告，日后再说吧。搜！以为我京中闲散子弟，就只敢说话不敢杀人吗？怎么，这就把你给吓住了？嗯？他毕竟是先帝皇孙，后位至尊，你敢杀他吗？放他们回了京城，可就谁也帮不了你了。马上动手，处理干净。上！府台大人在此，都给我住手！啊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走！都住手！都住手！张大人，还好吧？没事。府台大人在此，你们谁还敢放肆？府台大人被匪徒劫持，钱参领，你还不赶紧搭救？好吧，算我劫持他了。怎么，想逼我杀了他？文启，各位大同府的弟兄们，在下长林府萧平京，奉家父之命前来调查虎湾峡沉船一事，肯定不是盗匪。这位莱阳小侯爷承继皇家血脉，当然更不可能是盗匪。各位虽然是奉命行事，但是应该带着一些脑子。无故袭击皇族是何罪名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哼，你手拿一块腰牌，谁能相信真假？大同府地方断案，本与这位小侯爷无关。我们要攻击的人，当然也并不是小侯爷。大同府府台张大人就站在这儿，一句话都还没有说。钱参领领受朝廷武职，我也将就承认，他有出言号令之权。不过你，麻烦在场的各位，谁给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先生是谁？此时此刻，你拿的什么身份、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嗯？钱参领，你若真是被他这三言两语给吓住了，这最后的机会可就真的没有了。这位公子若真是长林王府的人，想必大家有些误会。不管缘由为何，至少还请你把我们府台大人放回来。只怕我愿意放啊，府台大人还未必愿意回去呢，是吧，府台大人？啊，是。兄弟们，你们都看见了，
大人这个样子，明显是受他威吓。你和小侯爷口口声声说朝廷法度，若真的依照法度，你们身份再尊贵，有何权利羁押朝廷命官？关于拘捕之权，就不劳这位大人费心了。袁术。二公子，把眼前这些人给我拿下！上！李信，你要小心。站住！别让他走啊！查验去了一事，这事一过，咱还得回来。这一路还和我林姑娘一起前往，没事。二公子，昨夜睡得可好？插手也就算了，还派袁术你亲自来，父王这儿多不放心我。好了，老王爷只是觉得，陛下派来的特使必是文臣，一路行动迟缓不说，身边也不会带太多人手，最终还是要从邻近地方州府借调兵马。这万一……我知道，但凡临近大同府的呢，合谋的可能性自然也就高些。所以父王干脆远远的从齐州派人过来，对吧？老王爷和世子爷正在回京的途中，刚好经过齐州嘛。山柳营那位季将军品级够高，治军也不错，连老王爷都听说过他的军功，自然就想派过来给二公子您搭把手。二公子，袁将军，我带着手下的人搜了一夜，没有半点踪影，想那段同舟已经逃出城去了。琅琊高手嘛，都是些顶尖之人，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被抓到。倒是季将军辛苦了。二公子哪里话？这些人断我前线补给，做的是何等卑劣之事！我也是为军之人，能受老王爷之托，略尽心力，那也是末将的荣幸。姑娘，这是要跟二公子一路同行到京城去吗？是啊，陈大夫这些天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我还是陪他们一起进京吧。有件事情想求求姑娘。云姐，请讲。早就听说帝都繁华，却没这福气见过。云姐，若是你想一起去的话，与我同行便是。多谢姑娘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二公子，我想这样的事情并非他一时动念想起来的。这京城幕后的黑手是谁？他有提过吗？自从他上次差点被人灭口，就没怎么说过话。
袁叔，派人加急递送入京，通知父王，我们这就回城了。是。他现在不开口没关系，只要咱们能安然入京，大理寺自然知道该怎么让他开口。是啊，关键是要能安然入京。季将军，回京这一路，恐怕咱们是不能高枕无忧了。二公子放心，季某一定全力戒备。我这趟出门，本想是游赏山水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倒像是非常久远的事。按我说呀，你早就该出去到处走走，不要老窝在京城里。我跟你不一样，府中只有寡母一人，我若经常远游，母亲必然孤单。二公子，哟，是二公子啊！季将军，看来二公子也跟我一样，不查看一遍是不能安心入睡的。哎，林夕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林夕姑娘还没有歇息啊？季将军，林姑娘。二公子，你们二位慢慢聊，我去那边再查看一下。路程赶得急，林姑娘和程大夫他们还吃得消吧？我们一家时常在外奔走，无需二公子担心。那天是袁启第一次杀人，所以这一路上都有些低沉。不过这种事还得自己想开，旁人劝解太多也没什么用处。劝慰之言大多空乏，此时若有朋友相伴的话，总是好过没有的。知道你讲究，可半路上真没什么好酒了。将就喝吧。我只知道血是热的，但没想到会这么热。平静，你有没有过？我问的什么傻问题啊？你虽然没有军职，但也是上过2次战场的人了。平章大哥更是从10几岁起就担当重责，和你们比，我不过是杀了一个人，到现在手都还在抖，真没用。袁启，一个人有没有用，不在于他敢不敢杀人。这道理我明白。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出现，我还是会出手。
二公子，咱们这一路小心翼翼地防备着，还从没安稳地睡过觉啊。不过，现在离京城最多还有5日的路程，咱们也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。季将军，怕是离京城越近，越不能松这口气吧？没错，没错。这幕后之人在京城周边的实力，应该比大同府更强才对啊。到了前面官道，四周开阔，让兄弟们也休息一下吧。好，就听公子的。不是都说一家最会保养吗？这入冬的风，你也敢由着他吹？二公子放心，我身子一向强健，不会生病延误你的行程。我有时候是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一举一动你总会先想到不好的地方去啊？可别说是因为我之前言语得罪过你。我知道，你早就不生气了。披上吧。他这一路上，倒还真是一个字都没说过。其实我这一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想明白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是钱残令？段同舟虽然自恃武功甚高，但想要在重兵包围下逃脱，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他危急时刻冒险出手，先是冲向张府尹，随后却转头杀死钱残令，为什么？当时我和好几个人都在张府尹身边，再加上你和季将军及时赶到，会不会是他担心失手，先干掉一个算一个？以他的功力，想要干掉张府尹并不是一件难事。可他为什么又放弃了张府尹，转头去杀死了钱残令？这张府尹还活着，那钱残令死不死有什么意义啊？到底有什么值得他非要出这个手段？这段同舟可是琅琊榜第4高手啊！朕瞧了御医的脉案，你的时政已愈，以后要认真多练练字了啊！孩儿遵旨。陛下，太子这次不仅是失政，也有邪气入体。濮阳上师进宫踏位定襄以后，立见效应，这安眠饮食也都好了许多。储君乃天下之重，故而你在宫中为太子设坛，命后宫贵京，朕都允准了。不过皇后啊，你若要太子的福报，就不能只想着太子的福报。甘州一役，前方殉亡多少将士？长林世子险死还生，难道皇后就没有为他们祈福之心吗？陛下所言极是，臣妾也曾与上师商议过，想在皇城前天苑点千盏长明神灯，启白神赐福，追念殉国英灵，祝祷世子平安。诸项安排皆已齐备，只因陛下政务繁忙，未敢轻扰请旨施行，是臣妾的疏慢，还请陛下恕罪。
严重了，哪里说得上恕罪的话？元师坐吧。你既然想着朕心甚慰，就这么办吧。臣妾领旨。戒备了一路，对方应该也快要动作了吧？这，你是不是手冷啊？才刚刚入冬就2个火盆烤着，怎么会冷？还不是因为你跟父王不让我乱动，我除了能练练指法，也练不成别的了。你这次伤得这么重，当然不能乱动。好，我不动。想什么呢？我在算行程，平津此刻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你是不是担心，他这一次从大同府回京的路上，可能会有什么事啊？不是可能，是肯定会出事。你要真这么不放心，多派些人去接他不就行了？我是担心这入京前的最后一夜，是最关键的一夜。我只是在推算，平津他们会选择在哪里宿营？在哪儿？这儿，启竹溪。你是说启竹溪？没错，附近没有留宿之处，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要露营。咱们共有400精兵，敌人如果想行动，绝不敢强攻，只能偷袭。我建议，咱们在启竹溪的东谷结营，这里两面都是悬崖，只需要专心守住东西两侧，绝对会做到万无一失。我赞同，400精兵集中防备两面。即便有狼牙高手为先锋，也无法带人突破。我不是很懂这些。平津呢？你不赞同吗？啊，不是。这地方选得很好，我就是觉得，这么一来回京之前，恐怕就抓不到段同舟了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二公子，咱们先保证人证入京最为重要，只要端掉了幕后的大人物。像段同舟这样的打手，迟早是逃不掉的。季将军说的是，总得分个先后主次。那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
这一带山水风光是金陵周边最好的，可惜现在没心情。等事情忙完了，我带你去看几个常人不知道的好地方。多谢好意，我只是陪程大夫他们进京的，待不了几天就会走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济风堂在京城里面有一家很大的店面，你不用去照看吗？师傅想必也一路护送世子进了京，他老人家自会照管。林姑娘。很快就要到京城了，张大人真的不打算开口说话吗？他说不说话都死定了，也不知道这么护着幕后的人会有什么好处。是啊，他嘴咬得这么紧，能得什么好处呢？二公子，袁叔，袁叔，我先守着，你去歇歇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，二公子也没有想到吧？说句实话，我想到了。二公子是何时把人移开的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就在我想通他为什么要先杀钱财令的时候，你想通了？能招认出京城里那个名字的，只有张府尹和钱三令2个人。云姐告诉我，钱三令孤身一人在大同府，并无家眷。这样的人，一旦发现自己反正要死，只怕没有什么办法能逼他护着幕后的人。所以那唯一的机会，你选择了先杀钱三令，而把尚有妻儿弱点的张府尹留给你的同伴来处理。同伴？他的同伴是谁？我说的对吗，季将军？
我自认为形势并无破绽。二公子是因何对我起的疑心呢？我一开始对你真的完全没有疑心，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。但当我把所有事情想明白了之后，矛头自然就指向你了。比如你曾经问我，我想这样的事情并非他一时动念想起来的。这京城幕后的黑手是谁？他有说过吗？我当然要先确认他没有开口，否则在你递送回京的书信里写进去，那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。在你确认他尚未开口之后，你需要做的就是让他继续沉默。他跟前参领不一样，他心里还有几个放不下的人。那日段通州既然决定出手，为了尽快脱身，他理应干掉对他更有威胁的张府尹。可他偏偏对钱才出手。这一计，即是提醒你季将军，必须除掉尚有妻儿弱点的张府尹。你是死定了，但是你的妻儿还没有，所以这一路进京，好好的想想吧。我要是你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是不会轻易开口的。正如张府尹和钱才领不一样，你和段同舟当然也不一样。身为堂堂三品将军，你还舍不得将来的锦绣前程，又想杀人灭口，又要小心把自己给摘出去。你的行事可不能像他那般粗暴。我想进京这一路上，你一直都在找合适的机会，对吧？原来是这样。还好这一路上有袁叔叔为人证，他没有机会下手。直到现在，够了！人太聪明，是会短命的。如果二公子没看透，那今天只有张府尹一个人死。可惜你看得太透了，所以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得陪着他一块儿死。你以为你杀了我们，长林王和陛下能善罢甘休吗？我当然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但这个守护不力的罪名，总比死罪要强得多吧？啊？死罪？你远在齐州，就是因为不可能和大同府合谋，才派你来的。你哪来的什么死罪？二公子，他不知道，二公子不会不知道吧？刚刚才想明白，我本也不知道你这么配合段同舟为的是什么，但刚刚缘起那句远在齐州，让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为什么？我大哥苦守孤城，死战不退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大梁此民在后，我长林男儿誓死不退。甘州之后再无要塞，一旦我大哥没有守住，战火便会迅即南下，深入我大梁腹地，一路上再没有任何战力可以拦截。直到你单柳营所在的齐州。你心里的盘算，难道老王爷和世子还看不出来吗？没有人比我和父王更清楚大梁北境的整体防备。所以你怀疑齐州的单柳营？大余兵至齐州，已是强弩之末。而既称治军不错，单柳营战力不俗，此时正面交战，他自然能够横空而出，力挽狂澜，
扼住敌军南下之势。五州之地，数十万子民，就这样生生弃于敌手。长林军北境兵败，你却有护卫江山的不世之功。这就是京城那个人与你合谋的计划，对吗？我大哥守住了甘州，你没有机会做任何事情，看似是个局外人，但合谋终究是合谋。我可以想见你心中有多么惶恐不安。不知道那个时候，身为军中之人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大丈夫在世，本就是应该建功立业。难道这大量的军功，全都应该归给长林王府吗？啊！如果你以为我长林府护卫北境，为的只是建功立业4个字，那家父所承袭的丰功，你恐怕这辈子也理解不了。你看出了一切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看清楚了，这周边全都是我多年带出来的心腹，今天一个也别想逃。段先生，动手！段先生，动手！我想，段先生应该反应过来了，对吧？长林军奉陛下指令，捉拿单柳营参将季琛。有敢随之顽抗者，以负逆罪论处。冰晶，还好吧？有劳大嫂动问，除了被人当傻子一样摆弄了那么久之外，我还挺好的。见过世子妃，情形还真是惊险，多亏世子妃前来相助。可是缘起有一事不明，京城是怎么知道这里出事，还赶来得如此及时的？缘起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这事儿从头到尾全都是那个老狐狸。都是我老爹摆弄的。天下如此之大，他为什么特意选了齐州单柳营呢？
世子妃。袁叔，甘南一线并未失手，继承的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做，他自知有罪，心中惶恐，那是他的事。但从父王和大哥的立场来看，倒也不能妄下结论，对吧，袁叔？是啊，都是军中之人，冤枉了谁都不好。老王爷当时也是考虑了许久。虽然想起来让人难过，但是嫌疑最大的就是单柳营的继承。此人有能力，也有雄心。我一直在暗中品察他，希望将来能堪当大任。无论有多大把握，推演终究不是事实。万一我们错了，岂不是毁了一个人的前程和性命吗？那就给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吧。老王爷是真心希望能谨慎行事，不要轻下结论，所以他就找了个刚好路过看着合适的借口，让袁术你拿着手令去了单柳营是吧？其实这个主意主要还是……这倒真是个好主意。继琛若是无辜，他不过是领了个差事，送咱们入京走了一趟而已。可他若是身在其中，那来往谋合必然就会留下痕迹，他自然会害怕。他本来就算再害怕，那也是鞭长莫及。结果喜从天降，我父王竟然真给他机会，把我、缘起、人证物证全部包在一起交给了他。他要是真能忍住不出手，那才真是个人物。看来二公子心里很明白嘛，那还怄什么气呀？你们要给继琛下套，我没意见。你瞒着我算什么意思啊？并没有瞒着你啊，当时二公子早就走了，这种事又不好书信联络，所以当时不好联络。可你来了之后也没对我说实话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想趁机历练我，想看我究竟能应对到哪一步。你说我老爹这心也真大呀，他也不怕我哪一步没想通把事情给办砸了。下次我非办砸一次给他看看。哎，二公子走。哎，二公子，哎。哎呀，你说这二公子，为什么总觉得这一切都是老王爷一手安排的？这明明全是世子爷的主意嘛！谁让老王爷一向严厉呢？不像他哥那么会哄人。我听母亲说，平金刚会走路的时候被他哥哄的，经常研墨铺纸呢。看见没有？这都是我那老爹干的好事儿。早就想问你了，这姑娘是谁啊？豪车里的可就是我了。你说我冤不冤？